解放军反制行动开始后，美国受不了了，开始抗议了，但是已经晚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费先少。佩洛西这个老太婆结束了亚洲之行，就是台湾地区某些人高兴了一天之后，但是留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台海现状。台湾地区的某些人仅仅兴高采烈了一天，等解放军宣布对台湾岛实施封锁性的大演训之后，这些人开始笑不出来了。而对美国白宫来说，更尴尬的局面也出现了。一方面，拜登政府在最后时刻未能管住佩洛西，证明美国才是破坏台海和平的搅屎棍。另一方面，等解放军通过军事行动的事实来改变台海现状之后，美国人发现情况不对劲儿，又赶紧跑出来抗议，但是已经晚了。过去美国人一直把台湾问题当成一张牌来打，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中国方面则更多的是反对抗议，但是这次美国人看样子打脱靶了，反过来抗议中国大陆正在改变台海现状。在解放军的弹道导弹首次飞越台湾岛的中央山脉，飞过台北市上空的情况下，布林肯急眼了。他在8月4日声称，美方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并抗议中国大陆正在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努力，希望中方不要制造危机或者寻求借口增加威胁性军事行动。而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继续向中国解释，认为中方反应过度，美方反对中方借佩洛西窜访事件设立台海新现状、新常态。他表态称，美国不会接受这种新现状。此外，科比称，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在台湾海峡执行标准的海上及空中穿越行动。这意思是反对解放军通过这次事件将台海直接划为内水。当然，这又是美国人的臆测。对于佩洛西的窜访事件，很多人可能心里的气儿还不顺。俄罗斯前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了一句值得我们深思的话，他说，没有人打算击落佩洛西一行人的飞机，或者迫使飞机在他处降落，这与我们中国朋友热爱和平的态度不相符。但他们的耐心不是无限的，亚洲的安全状况将急剧恶化。那么美国人到底担心什么呢？其实就是害怕解放军的实战化演训变成常态，台海现状将因此而被彻底改变。日本曾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过中国，右翼分子玩起了构岛的游戏，结果中国海警用实际行动彻底改变了钓鱼岛的控制权现状。现在日本的右翼分子还有机会登上钓鱼岛吗？说实话，日本因此而失去了对钓鱼岛的控制权。印度人原想通过在加勒万河谷挑衅中国而获利，结果被解放军一顿暴揍。而且印度军队在谈判中一直想要恢复2020年4月前的状态，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因为解放军已经加强了对中印边境地区的控制，再想蚕食就不可能了。当班公湖上出现2座大桥时，印度军队的心里肯定是哇凉哇凉的。这次佩洛西访台事件的后果也是一样的。既然解放军已经事实上突破了所谓的台海中线的默契，把实弹打靶的位置放入了台湾岛的所谓领海和领空，无人机数次穿越金门岛，那么这种常态也将形成。以后解放军随时会对台湾岛的某个港口实施封锁性的实弹打靶，把更多的实弹化演训活动放在逼近台湾地区12海里的位置，就需要让台湾地区当局在枪炮声中度日。台军可以忍着，也可以不忍。那么这样搞下去，中国的统一还会远吗？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